안녕，宝。宋爷爷这次的哭没有像以前去掩饰，去故作坚强。以前流泪，宋爷爷都怕因为自己可能会感染了围观的保家粉丝们，会引得保家的粉丝们难受，所以都强撑着不让自己哭出来。而这次没有保家粉丝们的围观，宋爷爷终于将压抑在内心许久，对福宝离别的悲痛释放出来了。4年的全心全意的照顾，这4年宋爷爷跟福宝在一起的时间，已经远超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了。这4年里，宋爷爷会因为福宝的事情凌晨就起床，同时也会因为福宝的事情凌晨才睡觉。这样的作息让不少姨姨们都怀疑过宋爷爷是不是不用睡觉。宋爷爷表示，以前从春暖花开的日子到白雪皑皑的季节，都是与福宝在一起的。每年开的最漂亮的那朵油菜花都是属于福宝的，而福宝每次也都很给面的对着油菜花仔细的闻来闻去。等到了夏天，每年的解暑套餐是标配，被冰块铺成的大床，再到每天的冰镇冷面，还有偶尔的竹叶莫吉托，这些都是福宝在夏天喜欢的东西。而等到了秋天，隔壁小熊猫的枫叶树每天都光秃秃的，因为那些枫叶都被宋爷爷薅下来送给福宝了。小熊猫家的东西，宋爷爷拿的是毫不心软，因为小熊猫的奶妈都被抢来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而等到了冬天，浪漫的雪花，还有爷爷们堆的雪人，会陪福宝度过一个愉快且不会感到寒冷的冬天。虽然韩国对大熊猫的饲养技术没有我国专业，但是2个爷爷的用心让粉丝们都看在了眼里。当爷爷想分一个福宝的雪球时，福宝会小气的不给爷爷。福宝的痕迹已经分布在了爱宝乐园的各个季节里了。就算福宝已经离开韩国，但对爷爷们来说，这也是难以抹去的，越想忘记越容易想起。但想必福宝隔离完后，宋爷爷一定会忍不住来中国看望福宝的。韩国来中国的飞行时间并没有很长，福宝也会在基地一直等待着爷爷的。只要爷爷想，爷爷一定会再次见到福宝的。或许宋爷爷还会给福宝带一些小礼物过来。年轻时的爱宝对乐宝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认可的，这不，隔着园区，爱宝便开始吸引隔壁干净且阳光的乐宝。不过此时乐宝正在树上睡觉，但很快乐宝便发现了隔壁的那只淑女且漂亮的熊猫对自己有意思，俩熊就这样开始了一段甜甜的恋爱。不久之后，俩熊便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福宝。时隔3年多，又迎来了他们的2胎，是一对双胞胎，瑞宝和辉宝。2016年时，爱宝和乐宝一起被选中来到韩国。小时候的乐宝性格开朗活泼且自来熟，一下便拿捏了爷爷的心。看爷爷一喊乐宝，乐宝就向爷爷走来，还撒娇般的躺在地上打滚伸懒腰，这给江爷爷看的，认定以后的女婿就是他了。每次爷爷喊乐宝，乐宝都会给予其回应，还会站起身给爷爷表演节目。而爱宝小时候则对爷爷爱答不理的。爱宝有自己的小想法，但每次爷爷一喊，爱宝就会驻足，但感觉声音不熟悉，爱宝就不会理爷爷，甚至还会发脾气，最后爬到树上。而爷爷则安慰自己，爱宝这是害羞，需要再给其一点时间。爱宝在树上看着自己以后的小男朋友在园区玩耍。乐宝从小活就很多，下坡用倒退的，开心就撅屁股。而爱宝则是谁也不搭理，就在树上坐着晒太阳吹风。而一会儿不见，乐宝又跟树上缠绕的绳子打起来了。乐宝紧紧咬着绳子，连拉带拽，展示着自己的功夫，表示自己功夫熊猫的称呼可不是徒有虚名。爷爷一直等到爱宝从树上下来，急忙给爱宝鼓励，和爱宝套近乎。这时爱宝的每一个举动，爷爷总是要夸上2句。虽然爱宝一直对爷爷置之不理，但爷爷也没有放弃。而乐宝就不一样了，总是想着法子的给爷爷整活。有一天，乐宝被隔壁经常在树上待着的熊猫吸引了注意，乐宝也爬到了树上，试图和对方建立眼神交流。之后，乐宝和爱宝的关系开始升温，而爱宝也在爷爷一句一句的赞美中渐渐开始接受爷爷。今天早上，姨姨来看福宝和乐宝时，乐宝正躺在小亭子上，翘着2郎腿，这舒适感让姨姨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神。姨姨们感叹乐宝这是过上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。乐宝吃完竹子后换了个地儿，来到了小亭子上给自己挠痒。乐宝的小脚灵活地扒拉着自己的小耳朵，既可爱又搞笑。挠完小耳朵，又挠起了小脚丫。刚才吃竹子时还一副退休老大爷的样子，现在又成了调皮可爱的小孩模样。挠完痒，乐宝倒头就睡，无忧无虑的生活着实让人羡慕。乐宝不断地给自己换着睡觉姿势，从画面中看上去就感觉乐宝睡得很舒服。等乐宝在室内园区睡醒后，又来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的乐宝正将屁股倚靠在栅栏上给自己挠着痒。挠了一会儿，
给乐宝累得气喘吁吁的。运动完，乐宝又躺下来继续开吃。乐宝的习惯和福宝一样，一只手吃着竹子，另一只手还会将提前备的竹子高高举起。吃饱喝足，乐宝来到树上晒太阳吹风，直到看到通道门打开，乐宝才会从树上下来。乐宝从树上下来后，坐在园区的坡上，将肚子里的青团铲干净，然后才会回家。乐宝作为宝家唯一洁癖熊，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将一颗青团带回家。今天江爷爷发布了双胞胎熊猫宝宝最新的生活状态，可以看到2只熊猫宝宝都在爱宝的房间里，这也就意味着以后2只熊猫宝宝会一起跟着爱宝生活了。这是双胞胎出生的第120天，也是以后2只熊猫宝宝跟着妈妈生活的开始。从此，爱宝的生活会越来越丰富。看瑞宝在妈妈身下这开心的样子，再看看爱宝这无奈的表情，再看看这房间里脏兮兮的样子，爱宝表示一模一样的娃，我为什么有3个？这一天终究还是到来了。但对于姨姨们而言，看到此场景，则是都纷纷表示祝贺爱宝和2只熊猫宝宝。而爱宝表示，我好像想起了之前的一些事情，例如200斤时仍要吃奶的那位，现在2个了，这要是长大后2个200斤一起趴在自己身边要奶喝，自己不得累坏了啊！再想到以后坐在自己身边的不是1个了，而是2个，一堆竹子放在小亭子上，自己可能还没来得及吃，就被这2只给抢走了。每天吃饭都跟吃席一样，全靠抢。再比如，以后要是动起手来，2姐妹还真不一定好收拾，说不定自己到时候只能占下风。还有另外不知道自己的小木床上以后能不能装下3只熊，爱宝表示简直是越想越累。还有以后2只熊猫宝宝下班，不知道爷爷会不会满园区追，从室外园区追到室内园区，到时候2只熊猫宝宝哄都哄不回去的那种，亦或是2只都不想上班，每天哄2只熊猫宝宝出门营业都要大半天。由此去想，福宝一家以后的生活一定丰富多彩。昨天姨姨去看福宝时已是下午5点，这时宋爷爷正在乐宝园区为乐宝放置竹子和小零食。宋爷爷拿起一根旁边的竹子，将一块窝头插在了竹子上，之后宋爷爷又看到自己为乐宝布置的枫叶乱了，上前对其进行收拾。宋爷爷感觉差不多后，将刚才的竹子插在了一旁的枫叶爱心上面，之后转身离开去给乐宝开门。不过一会儿，姨姨看到宋爷爷又去了福宝园区，转头就给乐宝忘了去看福宝了。乐宝表示，我难道只是我女儿的替代品吗？福宝来到园区后，一回头发现爷爷在楼上，福宝跟爷爷问了声好，然后走向了爷爷准备的竹子窝头前，仰头躺下便开吃。吃完窝头后，福宝转身走到小木床上，但到了小木床上，福宝仍对刚才插有窝头的竹子恋恋不舍，便又掉头走了回来。福宝将竹子拉到身边，给刚才插有窝头的竹子解决掉，然后坐到了小木床上，继续吃小木床上的竹子。虽然这天上午下雨了，但下午雨停了时，来看福宝的姨姨们依旧很多，每人都拿着相机或手机。福宝每天的生活看上去就像是参加记者会一样，回答姨姨们问的问题，比如福宝为什么这么可爱。等最后福宝吃完竹子时，姨姨想起了乐宝，不过乐宝这时已经从室外园区回到了室内园区，正在小亭子上给自己挠痒。挠完痒，乐宝又来到滑梯前蹭自己的屁股。乐宝真不愧是宝家最搞笑的大熊猫，每每看到乐宝的样子或动作，总是忍不住笑出声。今天江爷爷在打扫园区卫生时，发现福宝正在树上郁郁的。江爷爷发现后，来到了观景竹前，采摘着上面比较鲜嫩一些的竹叶，然后拿着采摘好的竹子，开心的来到福宝身边。爷爷先是摸了摸福宝，哄了哄福宝后，顺便给福宝清理了一下身上沾的灰尘，然后将采摘的竹叶递到福宝的嘴边。福宝下意识张开嘴巴，将其放在嘴中咀嚼，吃进去之后，福宝才反应了过来。福宝张开嘴巴，将竹叶吐出，对爷爷说：“现在自己不饿。”但每次爷爷递给福宝，福宝都会礼貌的接下。爷爷喂完福宝后，开始为福宝收拾小亭子上的竹叶，这些都是爱宝吃剩下的。江爷爷先将大根的竹子带走，之后又拿来工具清理细碎的竹子残渣以及爱宝的青团。园区卫生打扫完，江爷爷搬来了新的竹子，给竹子放在小亭子上。除此之外，爷爷还额外给福宝带了一块胡萝卜，但福宝还在树上睡意朦胧的，根本没有醒来的意思。可能是因为福宝正是长身体的阶段，每天都要睡很长时间。福宝感觉到爷爷在叫自己，便回过头来，将爷爷递过来的胡萝卜拿在了手里，而爷爷则继续去忙别的。福宝拿着胡萝卜放在嘴里啃咬着，相当于用胡萝卜来磨牙了。但福宝啃着啃着变累了，
小眼睛快要睁不开了，手上也没了力气。接着胡萝卜便掉在了地上。福宝看到胡萝卜掉下去了，给自己换了个位置，继续睡去。而此时正在吃竹子的爱宝也没有受福宝的影响，安静地吃着自己的竹子。